今天说说如何领取加拿大儿童福利金。加拿大牛奶金的全称为 Canada Child Benefit， 直译过来是加拿大儿童福利的意思。由于该福利帮助了广大家庭购买孩子的牛奶、尿布和食物等必需品，而被华人称呼为牛奶金。加拿大政府设立这个福利的初衷是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一项津贴，以帮助减轻他们抚养18岁以下儿童的负担，降低儿童贫困，并鼓励有孩子的父母出去工作。这是一项免税福利，会按月项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这个福利申请条件是，申请人和未满18岁的孩子生活在一起，申请人主要负责照顾和抚养孩子的生活，并对孩子的成长负责。申请人是加拿大的税务居民，申请人或其配偶或同居伴侣必须是以下5种情况中的任何一个人：1. 加拿大公民； 2. 永久居民； 3. 受保护人； 4. 过去18个月内在加拿大居住过的临时居民，并在第19个月内持有有效许可证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本条主要是那些持有学生签证和工作签证超过18个月的家庭。5. 符合印第安人法案规定的印第安人定义的土著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申请人必须是和孩子长期住在一起的，因为这个福利项目是用来资助未成年儿童的，所以如果孩子不在身边，是不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人一般默认为孩子妈妈，如果是父亲申请，需要附上妈妈签署的情况说明。年龄在18岁以下，领取儿童特殊津贴 Children Special Allowances 的儿童是不能申请领牛奶金的。申请人必须是加拿大税务居民，要在加拿大进行税务申报。该福利的申请时间，第一种是孩子出生，第二种是孩子开始与申请人同住，或在与他人临时同住一段时间后返回与你同住，第三种是申请人开始、结束或改变共同抚养权的安排，第四种是申请人领到孩子的监护权，申请人或申请人的配偶或同居伴侣开始符合以上的资格条件。如果孩子在11个月前开始和申请人一起生活，需要提供额外的文件。完成国家牛奶金申请后，您无需再申请省里同类的补助， CRA 将自动确认您是否符合资格，而颁发给你其他补助。关于牛奶金的申请方法有3种，第一种是出生时登记申请。新生儿出生登记时，孩子母亲就可以通过医院或分娩中心用纸质材料进行登记并完成申请，同时需要提供申请人 SIN 号。这里我们有一期视频专门说过这个社会保障号。然后就是授权表，即同意 Vital Statistics Agency 将孩子的出生信息分享给 CRA。只要完成了这一步，后续就不要再重复填表申请了，重复申请可能反而导致审核的延迟。完成以后步骤后，大约8周就可以收到你的福利了。第二种是 CRA 网站在线申请。如果在新生儿出生登记时没有申请牛奶金，申请人可以通过 CRA 网站我的账户在线申请。登录这个账户可以直接选择下面 Partner 账号进行登录，也可以使用账户密码登录。如果没有账户，我们看屏幕，这样注册就好了。然后转到 Apply Canada Child Benefit， 填写联系方式、婚姻状况和公民身份，然后添加孩子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和出生地，就可以提交申请了。如需要额外文件，请进入我的账户中的提交文件，提交相应的文件就好了。网上申请后，大约8周就可以收到你的福利了。第三种是邮寄表格申请，填写并签署表 RC66 申请表 Canada Child Benefits Application， 根据情况提供所需的其他文件，具体文件类型请看下面具体操作介绍，将表格寄到对应税务中心。完成以后，邮寄步骤后大约11周就可以收到你的福利了。文件获取具体操作如下，主要是填写并签署表 RC66， 登录加拿大 CRA 网站下载申请表 RC66， 加拿大的所有表格都可以用屏幕这种方式搜索，然后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提供所需的其他文件，例如申请人、其配偶或同居伴侣，或者双方符合下面条件之一，则需要填写在加拿大身份和收入信息表，主要是在过去2年内成为加拿大纳税居民的。如果您的配偶或伴侣为不少加拿大税务居民，则需要填写 CTB9 表格，用以搜集他的收入信息，即便没有收入也需要填写。如果孩子没有领取过任何福利金，且年满1岁或以上，或者在加拿大以外的地方出生，需要孩子的出生证明、出生证或者护照。如果申请的子女数目超过2名，每多2名需要填写 RC66 一表。如果孩子在11个月前便开始和申请人一起生活，则需要在此整个期间的下列所有文件的清晰复印件，包括正反2面。每个孩子的出生证明，如出生证或者护照，申请人在加拿大居住的证明，至少3份文件，例如租房合同、租金收据、家庭账单、煤气、电、有线电视、电话、驾照等。申请人是主要抚养人的证明，例如托儿所或学校当局的证明、社会工作者、地区委员会或安置官员的证明，孩子在此时间段内参加的兴趣班或俱乐部的收据等。申请人及其配偶的公民身份或移民身份的证明，建议将所有填好的表格和文件复印或者扫描存档。对于想邮寄的朋友需要注意，不同省份的地址不同，需要邮寄到对应的税务中心。
牛奶金计算方式：牛奶金的金额由以下4种因素决定：孩子的数量、孩子的年龄、婚姻状况和去年的家庭调整净收入。以一个孩子的家庭为例，家庭净收低于34863加币的6岁以下的儿童是619加币每月，6岁以上的儿童是523加币。最后说一下相关注意事项：持续获得牛奶金必须每年报税，不论是否有收入。如果申请人的婚姻、住址、身份、账户发生变化，孩子不在和申请人同住，要及时通知税务局。对新移民来说，有人因为各种原因将孩子放在其他国家寄养，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报告税局，因为按照规定接受牛奶金的儿童及其监护人必须是以加拿大为长期居住地方才能领取。当然，短时间探亲度假不需停止领取牛奶金。如果带孩子回国探亲度假一段时间，要保存好孩子在加拿大境内就读学校的情况，在家庭医生那里看诊的记录，以及父母的租房合同和水电费用收据，以便在税局要求检查的时候提供有力的证明。如果故意隐瞒事实，申请人将会被视为诈骗，不仅会被追讨所有违法获得的牛奶金以及50%的罚款，情况严重的可能会被罚款50%至200%，甚至可能会被判处2年监禁。